中国试射高超音速飞行器，美国则大肆渲染此飞行器威胁。美国此举到底意欲何为？美上将所言内容又是否属实？来一起详细了解。Hello， 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密财户，我是虎妞。据美媒报道，中国在今年7月份进行了一种特殊的高超音速导弹试射，整个过程受到了美国方面的全程监测。他们发现这枚导弹在高超音速飞行时，足足环绕了地球一圈，并且在返回南海时，以6000千米每小时的速度向南海的目标发射了一枚单独的导弹。此次试射让美国的五角大楼官员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上将、副主席海腾上将非常惊讶。值得一提的是，这2位分别是美军中1、2号人物。五角大楼称，中国的试射令人震惊。从这次试验表明，中国的高超音速导弹技术比国防部和情报部门的任何人想象要先进得多。目前不能明确知道中国方面是怎么完成这一壮举的。美军1号人物米利上将在接受美媒彭博社采访时，对中国此次试射导弹的意义形容为和1957年苏联领先美国发射人类历史上第1枚人造卫星的历史性时刻相同的程度。毫无疑问的是，美国和俄罗斯都没有同类型的导弹，因此对于这种导弹和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的实力，美国必须保持足够的关注。美军的2号人物空军上将海腾也表示，这种导弹最令人惊讶的是返程到南海发射了一枚单独的导弹。与常规的固定弹道导弹不同，这种导弹以5马赫的方式进行不规则运动，并且在南海释放了一枚速度更快的导弹冲向目标。美国军事专家正试图了解中国是如何掌握这项技术的。虎妞觉得，此次中方试射的高超音速飞行器明显是把美国人整懵了，因为这东西美国人其实也不算陌生。早在20多年前，我军还以歼8为主力的那个年代，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就开始亚轨道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计划。当时按照美方的设想，这种先进的武器可以在120分钟内打击全球的任何一个角落。虽然想法很美好，制造 HTV 的时候，美方面临的问题源源不断，大多都是因为技术上的问题。测试表明，如果在 HTV 搭载能够发射的导弹弹头速度达到一定程度时，弹头与 HTV 将产生震颤，导致弹头与 HTV 互相碰撞，从而导致整个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损毁。因此，后来美国叫停了这个试验。麻省理工的专家认为，中国可能已经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对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进行减速处理。中国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载荷相比美国的可能要更小，这样飞行器飞行的时候可以随时灵活变轨，防止敌方反导系统的精确拦截。当飞行器进行变轨减速时，瞬间发射弹头导弹。美媒认为，这种飞行器虽然速度没有洲际弹道导弹的那么快，但是最厉害的在于，这种飞行器能够搭载导弹和机动变轨的能力。现在，美国的反导系统无论是海基还是陆基的，针对敌方的来袭导弹，都采取的是雷达捕获目标，然后采取计算导弹后续路径的方式，发射导弹将其摧毁。但是，中国的高超音速导弹弹道并非固定的，而是一直移动，经常进行无规则的变轨动作，因此美国的防御系统根本对其没有任何效果。此次这种飞行器围绕地球一圈，也就说明了中国的这种飞行器如果搭载导弹，能够打击到全世界任何地方，包括所有的美军基地。美国目前没有任何方式能够对其进行有效的拦截，因此现阶段美军打算研制定向武器，这种武器通过发射高能激光束的方法摧毁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理论上讲，激光的速度可比拦截导弹快多了。不过现阶段世界各国的激光武器并不成熟，大多都是小功率的激光武器，打几千米的小无人机、导弹什么的还是可以，但是想要拦截上百千米高度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就纯属痴人说梦了。虎妞认为，这实际上是美国军方和媒体一贯的手法，先宣称中国新问世的飞行器多么强大，也不管它是不是民用还是军用的飞行器，反正是高超音速导弹就完事儿了。这种中国军力威胁的论调，实际上我们已经听了无数次了。美军此举本质上还是日常恐吓国会，让国会给美国军队批更多的军费，
研发更多更先进的武器装备。这样，美国可以对中国重新保持武器领先的优势，以便更好地在战略上遏制中国、围堵中国。